那我们看到我们的2位老朋友总算是在纽约合体了。1、2、3。然后那边在录了。Let's flash。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展在现在绝对不是我们说最危险的一个时候。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相声，我们下次再见。好，走了。走了。大家好，侃侃联合国今天迎来了一个真正的双厨狂喜的时刻。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欢迎一下从澳大利亚悉尼远道而来的小 Q， 欢迎你，小 Q。见到真人了。当然了，也要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常驻联合国的记者徐德志，德志欢迎你。那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平时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好像都是只是面对那个冰冷的镜头，但今天我们还要面对这么多双炙热的眼光。那么他们呢，都是在纽约的，一直在线上关注2位 UP 的这个节目的热心的观众。那么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呢，我想面对此情此景，小 Q， 你应该现在是想已经是一首吧？定场诗。好，那就是叫故有心常念，媚怜意无穷。旧言未曾改，初见似相逢。谢谢大家。哇，还是这么有文采，而且就是寥寥数语，我觉得包含的信息量还蛮多的，而且好像就从你这么4句诗里面，我就感受到了我们侃侃联合国几个月来的一个历程。从我们最先做打开联合国的正确方式，到后来深入到具体的议题当中。那今天肯定我们聊的话题呢，还是跟联合国是紧密相关的。不过首先呢，我还是想知道小 Q， 你这次来纽约的话，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全新的感受？这一趟历程有没有给粉丝积累一些更多的素材？这次我们探访了很多的联合国机构，也包括其他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然后见了很多的朋友。所以说应该在接下来的1、2个月都会有持续的关于这一次探店的素材。那这些探店也都是首次探访吗？对，基本上在纽约这一批应该都是首次探访，包括纽约联合国的饭堂，应该是继徐德志之后第2次这个探访这个饭堂。我们应该会有一个联合国在各机构饭堂的点评合集。哎，你觉得好吃吗？可以延续生命，不能带来欢愉。哦哟，只能这样评价。3个月之后，你连可能这个评价都没有，习惯了。对，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啊！我觉得可能会给我们观察联合国提供更多一些新奇的视角。哎，我要补一句，联合国的饭堂都是我们自己花钱的，联合国是不出钱的。好多人都觉得是免费的，实际上不是，对不对？那再问问德志，那在此期间呢，我觉得你也没闲着呀，可以说这段时间休假之前那可是那可是风生水起啊！那在联大期间，我们也知道德志又赚了一波流量，而且是大火了一把。因为得到了2位非常重要的人物的点名的表扬，一位呢是中国外长王毅，另一位呢就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那在这之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和工作有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反正一直都是这句话嘛，该做啥做啥呗。其实每天还是去提问啊，然后给各个国家的代表堵门嘛。实际上报道联合国，然后还有安理会，好好的告诉大家联合国到底是干嘛的，维和任务到底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都是一些本职工作。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对我之后的影响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到现在为止就是还好，就是平常心吧。那确实，我们也看到2位 UP 真的是靠一个一个这种高质量的输出的视频，是他们的成绩是这么干出来的，也并不是说有什么灵丹妙药，或者说有一些捷径。那特别像德志也是一直坚持在午间新闻发布会向发言人提问，所以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值得钦佩的。那当然了，2位 UP 的这个输出，我们不仅要看广告，也得看疗效啊，对不对？那这个呢，我说了也不算，但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见证人，那么他们都是医生是吗？还是患者看疗效？就是说想看一下2位的这个视频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对于他们认识联合国或者是认识这个整个世界，到底有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那么我们现在也想来听一听大家的一些看法。好，我要说，我是小 Q 粉丝，来，那也行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在做一些主题的时候，特别是在做一些解释性的一些视频的时候，我都会问小 Q 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这么讲？哎，那个东西能不能那么说？”你知道吗？就是联合国发言人 Steph 和那个他们的副发言人法尔汉经常跟我讲说国际法的东西我们不了解，怎么样，就想把我唐突过去。每次遇到这个时候，就是他，就靠他。然后第二天，哎，我真的认识一个国际法的人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你现在怎么说？你知道吧？所以他对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是，而且就是让人觉得特别放心，就是而且有底气，对，说的东西不会太有问题。对，我觉得这个真是最重要的一点。飞飞就给我带来很多实地的信息，比如马耳他代表到底看手机在看啥？我觉得他在说谎。就是经常会有很多我们从直播里面其实看不见的一些细节，因为直播只有一个镜头，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问菲菲说他们当时在干嘛啊？当时是什么场面？所以有很多东西，甚至包括我说你帮我去问一下发言人，有一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啊，所以说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好了，我们可以停止商业互捧了，听听观众们的说法啊。那对于菲菲呢，德智呢，大家有没有想说的？大家好，我是在业务支持部实习的任维轩。首先，因为我是双语播音专业的，那对于记者这个专业方向，也是我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的一点。那德智老师的视频给我，其实像是开了2扇窗。那一周联合国呢，是一扇观世界的窗。而我们的菲菲送命题就是世界观的窗。那一周联合国其实让我能够了解到联合国这一周的动态，这个大型的公司他们各个股东到底这周干了什么，想干什么，那给我很多启发。因为我现在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实习生，我做的也只是螺丝钉的工作，但是这个宏观的视野能够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更有动力，更有 passion。那再说到就是第2扇窗是世界观的窗，因为德智老师最近出圈，非常在国内也非常的火，不论是之前的大英博物馆失踪的事件，还是说前段时间以色列不让我们的秘书长入境，那这些的问题都非常的犀利和直击人心，也问出了很多可能我不太敢问的一些问题，所以这种勇敢跟直率是我非常非常钦佩的。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要接受那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有的时候可能问题它是模糊的，它的问题可能是哪怕它问题有答案，它的答案也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要去学会去接受和理解。那这2扇窗呢，就相辅相成，构建了我对于联合国更加立体化的认识跟理解，所以我非常感谢老师们。对，说得很好哎，小智觉得请到主席台就坐。我就想说我们俩在裸考，你看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看了节目之后有他的思考，这也是我想说的。我觉得2位 UP 给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提供了就是观察和认识联合国的一种方法。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也是可以引人思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我们都知道10月24号是联合国日，刚刚不久联合国刚过了79岁的生日，那明年就是要进入这个也可以说80岁的华诞。但是呢，我们现在不是有更有意思一种说法吗？叫做80后嘛，80岁叫80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想以这个来破题，就是说步入80后的联合国，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然后大家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想对他说的话？所以我们首先想让2位就是提纲挈领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目前联合国它发展所面临的这种内外的环境。那小 Q， 你觉得目前这种世界形势对于联合国的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其实我们说这2年，当然包括俄乌冲突，包括说加沙的巴以冲突，也包括气候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但是联合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面临着非常复杂的挑战。现在绝对不是我们说最危险的一个时候，因为曾经联合国经历过朝鲜战争，经历过越南战争，经历过古巴等的危机，在有很多的时刻，联合国都面临一个更复杂的国际环境，甚至可以说现在我们觉得这2年好像联合国面临的更大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相对比较长的和平。所以既然在那些年代联合国都能够存在，那么在现在我们认为它依然有着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去验证这个国际秩序所发生的变化。那德智觉得真的我们可以
以不变来应万变吗？还是说联合国它自身也需要做出改变？联合国现在的状态其实就是对于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一个投影，就是现在各国的一个状态就反映在联合国上面各国的合作交流，包括对抗上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联合国组织内部的一些说法，改革联合国，特别是改革安理会，让它能够更加的适应现在的这样子的地缘政治的一个环境。但是实际上呢，你要让所有的，就像刚才提到的，你要让所有的大股东都同意，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要怎么改，接下来还有的非常多的疗法。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联合国还要应对的一个问题是面对新技术的变化的问题。我举2个方面的例子。我们看2001年911之前，基地组织怎么招募人的？他们都是通过散发传单啊，或者邮件啊，或者说你真的就是信他们，然后完这一群人就跑到阿富汗去，或者跑到哪儿，然后去参加训练，极端组织就出来了。然后就到后面你就发现开始有什么孤狼式的进攻，都网络上面就把你给洗脑了，就让你极端化了。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联合国，包括联合国维和任务都面临的问题，就是新技术不断的出现，让你的工作可能更加疲于的去应对这些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提到的人工智能，就它是一把双刃剑。而且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如果你在谷歌里面搜索 UN News，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是来自 govextra.gov.il 的，上面写 United Nations Agencies Bias。当有这种技术出现，它通过算法可以就开始给你做这种我们称之为 campaign， 但是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一个正向的宣传还是反向的宣传，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就会知道联合国要去处理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确实，在4、5年联合国建立的时候，可能我们无法预料到说现在我们还会面临像刚才你提到的像 AI 啊，或者说这种虚假信息、错误信息，甚至说现在这种外太空的这种军备竞赛。但是呢，尽管世界局势不断变化，我们的工作方法始终是植根于联合国宪章的，所以联合国宪章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在这里呢，我还想再次跟大家来重温一下联合国宪章序言当中的第1句话，这也是联合国建立的最根本的它的宗旨，就是预免后世再遭近代人类2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火。说到这个呢，其实我现在在网络上看的很多评论啊，其实可以透露出他们的非常担忧的一种情绪，而且现在有个字眼呢是越来越频繁的出现，那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但是我也发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说冲突愈演愈烈，那么更多人他们首先是会来质疑联合国的作用和角色，而不是说换一个思路说我们如何让联合国变得更加的有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小寇，首先你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到了这个地步了吗？就是我们需要担忧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吗？那第二就是说，我们真的现在可以马上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秩序，然后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吗？我觉得这2个问题其实都很难回答，但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担忧3战的风险。或者说联合国的成立就是在2战之后，大家担忧有3战的风险，所以我们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所以你说他有没有意愿去阻止3战？他不仅是有意愿，他的立身之本就是阻止3战。如果3战爆发了，那么联合国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就类似2战的爆发，就让国际联盟进入了消亡，就说明这个国际体系它没有办法去阻止一场最剧烈的冲突。因此我认为联合国一定是 at all costs，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做这个阻止。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联合国它能不能阻止，这个本质上还是要看会员国之间的意愿。它毕竟只是一个多边外交平台，也就是说它当然不想自己消亡，但如果各国都希望它消亡，那么它的消亡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这种政治意愿其实是不由联合国自己决定的，但是它又恰好就处在一个它的任务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所以你很容易责怪它。如果谁一旦不和平，就说联合国没有做任何事情，虽然可能他很想做任何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当然了，就是像小哥说的，我们也应该很正确的认识到联合国的局限性。说到局限性的问题，最近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巴以冲突当中，由于这个冲突的不断的外溢，那现在战火呢也是烧到了离异边境。我们也知道联立部队呢就驻守在那里。那现在联立部队呢也确实是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那我想
德智呢对这个也是一直在跟踪报道而且这几天我看你也是做了相关的这个内容。那你觉得目前联立部队陷入了这个危机，它折射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很多网友啊也在问，就说以色列可以蓄意的去对它发起攻击，破坏它的这些房舍啊，还有一些设备，那为什么联立部队它不能还手呢？它折射出了什么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这就是联合国的缩影啊，你没发现吗？就现在安理会的决议，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大家越来越紧绷的这种对抗的局势出现了之后，导致安理会的决议越来越难得到落实。因为你没有各个大国统一的一个意见去保障它能够有强制力去实施这个东西。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说不还手背后的考量，实际上那天我录视频的时候我讲过，我第一个，联合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他还手是不是存在一个撕破脸的问题？然后第二点，这个是我的同事跟我讲的，他说这个大概50个国家在联立部队，这50个国家他们真的想跟以色列打吗？1701号决定实际上是保留了联合国维和任务在受到危险攻击的时候可以还击的这样的权利的，未必能起到最好的效果。对，就是我那天说的，就是他如果打出去了，你能保证就接下来他就不打了吗？还是你会把这个局势往到更进一步推升？就很复杂呀。那我想和平与安全的方面的问题呢，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包括我们在座的观众。那我不知道观众当中咱们有没有相应的问题或一些疑惑，可以向2位 UP 主提一下。老师好，我是来自联合国 DPPI 部门的穆春荣，然后很高兴听到德智老师还有小柯老师刚才的分享。但是其实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关于联立部队的嘛，既然我们都已经知道以色列他攻击这个联合国驻黎巴嫩的这个临时部队，而且把这个事情放到了明面上，那可能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我们就会好奇说，哎，既然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这个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他们的安全都没有办法得到保障，那么谁接下来能够维持这个安全吗？难道是靠就像刚才德智老师说的会员国吗？但是目前看起来好像他们也并没有什么样相应的作为，所以这个是我比较关心和好奇的。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啊。就是说，因为以色列就像你提到的，以色列它并没有说撕破脸，说我攻击的就是联立部队，所以一定要说的话，这其实还有一场官司要打。对，那这场官司谁来做法官呢？联立部队本身不能做这个法官，因为他是当事方，所以只有安理会能做这个法官。那安理会他愿不愿意做这个法官，或者他做法官由于一些地缘政治的原因，是否能得出一个有效的一个决议，这是一个其中的问题。所以然后这个决议就算得出来了，它能通过吗？对，那就是没有决议嘛，就没有 decision。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你所见到的问题。但是我个人有一个暴论，就是为什么联立部队到现在都不撤？我觉得有两层原因。第一层就是联立部队一直坚持驻守在黎巴嫩南部，实际上是为了避免黎巴嫩南部变成另外一个加沙。对，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我之前问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的问题，就是这一群人他的 mandate 就是 observe， 就是来监测你是否是停战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面，我是不知道啊，就是他们在以后真的国际法院，比如说在做战争罪的审判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作证的吗？对，就是说国际法院其实如果我们看包括国际刑事法院之前很多的这种战后的国际审判，都会有很多来自联合国的报告啊，包括维和部队，因为维和部队属于一线，它的报告。所以我觉得这个像你说的，它观察记录本身是一种很大的价值，就成为了一个 document， 我们说一个记录在案的一个文件。但尤其我觉得你像说的第一点，就是它避免黎巴嫩成为第二个加沙，黎巴嫩南部成为第二个加沙，它其实就是说，因为维和部队你的核心职责就是这个。对，如果因为你受到一点攻击你就撤了，那要你干什么呢？所以我觉得他也不能撤。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在黎巴嫩南部的这个联立部队的所有的这些维和士兵们向你们致敬。没错。那当然了，联合国的授权任务呢，不光是和平与安全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联合国有3大支柱性的任务。那另外2个呢，就是人权和发展。那我们再来说一说人权。其实现在我们看来，人权似乎它跟冲突局势也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在冲突局势之下，保障人权可能它的挑战性更大。你们觉得在冲突局势下，侵犯人权行为如此泛滥，它的症结到底是什么？
另外，小 Q 可以重点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国际法的话，如何能够在这方面来发挥作用？我就只有4个字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叫有罪不罚。就是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去，真的是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的大国没有办法去有这种 enforcement， 就是去强制执行它的一些决议。然后国际法来吧。就是有罪不罚，确实是这4个字，好难啊！就是不 accountable 嘛，就是他们要这样讲，因为你像我们之前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联合国各国都不希望联合国太有强制力。就是虽然我们现在都说联合国没有强制力，它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你如果想象一下，如果它太有强制力，是不是对各国来讲就可能会涉及到各国主权可能会受到限制？就是我们提到的，就是各国的主权，实际上特别是一些非常任理事国，他们就把自己的主权一部分实际上已经让渡给了安理会，让他来做这个国际和平和稳定的维持嘛。而且人权它又不是安理会的议题，对，所以你如果让它有强制力，你会发现5常是没有否决权的。那在这一点上来看，它的决定本身就未必，基本上，很有可能不达成大国一致，所以这是其中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国家和另一些国家可能对于人权的标准，大家是有争议的。目前来讲，所以像我就在周2是见了这个巴基斯坦的周3，巴基斯坦的常驻代表，他就说现在有一些国家它是 double standard， 他把人权不是作为一个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而是说作为一种借口，凡是我不喜欢的国家，它就是违反人权；对，凡是我喜欢的国家，它就是人权状况很好的。那这种情况也给这个联合国的人权工作，我觉得是带来了困难。所以如果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当然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对这个人权加以明确，或者真正反映我们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的这个，无论是政治权利、发展权利，甚至说生命的权利，都是人权重要的部分。那么其次就是说，国际机构它所能进一步发挥的作用啊。现在其实我们虽然说感觉很多人权被侵犯，那是因为人类历史上人权就是一个人权不断被侵犯的一个历史。但如果我们仔细看，其实打开这个 UN Web TV， 我们就能看到很多每天都有关于人权的会议，比如说关于特定委员会啊、特定的人权条约委员会对于人权的审议，人权理事会的国别审议，还有第3委3委也是天天基本上就是经常就在开会，特别是10月和11月。对。所以这么多的讨论其实是对它有一种督促作用，因为我们如果看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合国的一些报告，有一些是联合国比如说委员会审议完了之后给了一个评价啊，说这个国家可能有点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会返一份报告，过1年过一段时间，说哎我如何落实了1、2、3、4、5、6、7、8、9、10，这种来回往复其实就帮助各国去认识到它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是绝对完美的，所以它一定可以去做修改做提升。那么这一部分虽然我们说它没有国际法院啊，没有说我通过安理会决议，但是依然大家愿意去做，那么这就是说各国我们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讲，就是各国都是要脸的，纯粹就是道义上的压力，大家出来混都还是要面子。对于这样的一种人权保护方面的困局，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吗？Hello， 你们好，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小 Q， 然后菲菲还有何毅老师。然后在刚刚讲的过程中，我也想关注到一个话题，因为我现在是在联合国 DGC 的那个社交媒体组实习，我们在不断的处理各种各样的新闻，然后有注意到2023年的冲突暴力中，可以看到性暴力相关的冲突导致妇女儿童死亡率很高，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种跨国性的国际法案中，有没有处理这种信息的一些相关的规定？然后以及关于他们后续的身心健康的恢复，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就是这个问题，首先，我经常也收到疑问，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这个儿童与武装冲突报告，包括秘书长每次比如加沙问题，他会说有多少人伤亡，其中妇女有多少？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男人就死了白死吗？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说，因为某种意义上，目前的冲突，男性主要战斗原理，男性为主，所以如果女性和儿童的死伤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就说明平民一般来讲遭受了更大程度的袭击，就是不成比例的袭击。所以我们为什么把关注点会放在这一点？另外一点就是，女性和儿童往往是冲突中更脆弱的群体。
他们在各种意义上都成为了我们某种意义上更关注的对象，其实也包括老人包括这个残疾人，包括这些群体。所以但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其实是我们如何去做恢复，包括维和部队其实有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在维护当地的这个包括妇女和儿童的这么一个权益。另外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机构，就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其实在当地在做很多事情，比如儿童有最著名的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那么他们会有这个比如当地的学校临时的这种学校，包括临时的水，就清洁水源包括食物像妇女的话，当然包括妇女署，包括难民署也包括像联合国人口基金，像我们之前一直讲过的有这个尊严包，就是有一个能够给供妇女至少1个月有一个桶，然后里面有这个比如说卫生间包括说牙刷、牙膏内衣内裤，就这么一套东西，可以保证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那么有这样一些我们说正在做的一些工作，但是我们也还是看到就是它仍然不成比例的受到伤害，但这个就和我们刚才讲的问责的问题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就是联合国在其中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其实保障人权方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提供人道主义。这个其实就还是达格哈马舍尔德说的那句话嘛，就是我们成立联合国不是为了带大家走向天堂，而是避免走向地狱。对。好，那我们再来谈最后一个支柱任务，那就是发展。那英语里面很经常说的一句话last but not the least。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现在这种冲突局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可能大家更多的注意力会放到我们觉得更为紧要的问题上，比如说像巴以、像俄乌、像苏丹。但是我们要说发展问题真的不重要吗？它没有急迫性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德智更有发言权一些就是我们到底怎么让人们更加的认识到，实际上发展，特别是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它也有一种急迫性，也需要我们现在马上就做出行动来解决。那我们怎么让这样的议题能够破圈？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们媒体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我自己我深深的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媒体的本质，或者说媒体的本性，就是在于去发掘吸引人眼球的东西。比如刚才提到的冲突、战争，包括提到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人们的注意力自然就会被引向那些马上可见的、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马上就会发生的一些问题。我之前在联大刚开始之前，我曾经去访问我提问过，就是关于专门负责未来峰会的副秘书长盖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能告诉我，其实这个问题我给所有人我都提问，我就说你能够用一个让我的观众能够感兴趣的方式告诉我什么是未来峰会吗？他当时就提出来这一点，他就说对于联合国来讲，联合国的这些政策，联合国的这些事务，其实本身它实际上是跟公众就大众是有距离的。所以说媒体怎样去拉近这个距离，这真的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包括我其实这个事就要宣传一下送命题了，就包括你看我每天提问，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就是为了架起一座桥梁。平常你看看你觉得就是我听听这什么冲突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聊聊发展聊聊可持续发展聊聊气候变化议题，实际上都是有的。当然虽然播放量都不高了，但是其实聊胜于无吧，就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你觉得青年人会不会成为一个突破口？青年人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下一代，就是这些话题对于他们来讲是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会影响到，就影响到小 Q 未来的，就是青年人小 Q 未来的这些话题，对他们来讲，他们是需要有一定的概念的。但是如何去做，我真的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我可能会很羞愧，我会告诉你，我现在我都没有想到这个办法。不是小 Q 有什么建议吗？小 Q 也没有什么办法。小 Q 我觉得青年本身需要参与到这个传播链条中，对，青年需要自己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认识的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和像刚刚说的安全问题，一个是授人以鱼，一个是授人以渔。所以安全问题当然很重要，因为你没有鱼吃，你就当场就饿死了。但是如果大家都能发展的好，某种意义上讲，其实安全问题也更好解决，因为很多安全问题我们倒回头来看，其实很可能是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所以像很多包括 G77，包括很多联大主义说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殖民主义在当时留下来的问题，对，以至于目前发展不均衡，发展中国家没有获得足够的资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改革这样一个国际的秩序，让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那发展问题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即使在目前，我们发现很多包括气候问题的争议，其实就是能不能排放，谁能够排放。那么发展中国家现在还正在发展，能不能有更多的排放空间？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完了，它是不是要考虑它历史上的排放？所以很多问题都是在做这个头。那有关于发展问题，咱们观众当中有没有一些提问呢？两位老师好，我是联合国全球传播部新闻和媒体司中文股的实习生。那么刚刚两位老师谈到了有关发展的问题，刚刚谈到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目前正在阻碍发展的一系列的障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展本身也会带来许多问题。那么我想问，就是联合国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如何就是一方面要顾及到现在看似比较风雨飘摇的一个世界，那另一方面也要及时的发现这些新兴的问题呢？谢谢。这个就跟我们经常讲的钱或者刀，它就是个刀，它就是一张纸，工具，对，它就是个工具，关键是谁在用它。也不能因噎废食，所以我们就不发展。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人类的发展基本上都是这样子一个道理，就是我想要做什么事儿，我就努力去做，做到了之后就会暴露一系列的问题，然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处理了之后再会又有新的发展，然后再又出现新的问题，实际上一直都是这样子出现的。我想说的是，即便面对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我们都这么说，但是联合国确实在探索新的问题，还有就是说去为新的挑战做准备方面，我觉得还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的。就包括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未来峰会通过的3项文件，包括了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还有子孙后代问题这个宣言，其实里面就涉及到了很多这些我们在未来可能集各国精华之智慧，对，集各国但是问题还妥协是之智慧，问题最后还是回到了各国的意愿上面。对。那我觉得刚才小 Q 说到一点我也让我非常有感慨就是你把这个联合国3个支柱任务，可以说他们内在的联系给关联了起来。确实，我们一定要三条腿一起走路，绝对不能跛脚。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让联合国能履行它应该有的这个职责。就像我之前咱们这个节目当中，我总是要在最后给大家一个希望的这样一个基调。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日的致辞当中，也是给大家了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希望的基调。他其中就说到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光有希望是不够的。要实现希望的话，我们就需要采取坚决的行动和多边解决方案，促成世间和平、共同繁荣和全球昌盛。那要实现希望，我们也需要所有国家齐心协力。要实现希望，就需要联合国。转眼奔8联合国，困难挑战何其多，缺一不可3支柱，期待持续结硕果吧。哇这个可真是现场打油诗。那当然了，我们也期待2位 UP 呢能够继续为我们输出这样高质量的视频，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和理解联合国，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这个方式。也像秘书长所说的，让联合国的这样一种理想和它的这个长明灯能够继续的燃烧下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侃侃联合国，再见，拜拜。